嗨，大家好，我是强哥。那我们今天再了解一下泰达币。现在我们了解的都是币圈靠前10的一些币种啊，我们都帮这些币种都了解一下。后期强哥会带着大家一起怎么去注册一个账号，怎么去购买一些自己想要的币种。强哥还是喜欢用万能的 AI 工具 ChatGPT 10O，不负众望啊，也是分分秒秒给我们输出了答案。泰达币艾瑞尔通上表示为 USDT， 是一种稳定的货币，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的价值被设计为与某些稳定的资产，如美元挂钩。每个 USDT 理论上都由相应的$1储备金支持，使其价格在$1左右浮动。泰达币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稳定的加密货币交易媒介，减少加密货币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使得转换为华币更为方便和快捷。这是它的一个定义啊。泰达币是可以在各种区块链上发行，包括比特币的网络的安美尼尔、以太坊、EOS 等。由于其与美元的1:1锚定，它常被用于加密货币市场中作为美元的替代品进行交易和存储价值啊。这里已经给我们讲了一个基本定义啊，那我们再可以了解它多一点。泰达币的历史它是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过程又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对一个币种一定要了解清楚。泰达币 Tether USDT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14年，它最初由Tether Limited 公司发行，这是一家与加密货币交易所 Bitfinex 有关联的公司。泰达币的创立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数字货币，其价值与传统货币比如美元、欧元或者日元挂钩，跟它的定义差不多，只是它的发展历史是加了一个时间，是2014年提出来的。那他再给我们讲了几个情况。第一是初创阶段，泰达币最初在比特币区块链上的 Anonymous 协议发行，称为 Wheelcoin， 后来改名为 Tether。它的设计理念是每发行一个 USDT 就有$1的筹备金存放在银行中，以保证其价值的稳定。扩展与争议。随着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泰达币也开始扩展了其他区块链平台，包括以太坊、TRON 这些步骤增加了其流通性和可访问性。然而，泰达币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围绕其储备金的透明度和真实性。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是 Tether Limited 是否真的持有足够的法币筹备来支撑流通中的泰达币。法律与监管的挑战。在2017年、2018年的牛市中，泰达币因为其稳定的价格特性变得极为流行，但这也使得其成为监管机构关注的对象。纽约总检察长的办公室对Bitflex 和泰勒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掩盖资金的损失，误导投资者。这场诉讼在2021年以 Bitflex 和泰勒同意支付$1850万和提高透明度的条件来解决的。目前状况，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泰达币仍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之一。它在加密货币的交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特别是高波动性的时期，提供了一种避风港。Tether Limited 现在定期发布透明度的报告，尽管这些报告的质量和详尽程度仍然是社区讨论的话题。它是基本上这里有一个重点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由于其与美元的1:1比例，它不像其他币种几十倍、100倍这样的情况发生，它是非常稳定的啊。泰达币可能也是在这个所有币种里面最稳定的一个。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多问一下泰达币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分分钟给我们输出答案了啊。其实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题围绕到它的这个稳定性，大家看到没有？第一个马上就是价格的稳定性又来了。所以这个基本上的风险性很小。泰达币的主要作用和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价格稳定性。作为一种稳定币，泰达币的价值被设计为美元等传统的货币保持1:1的比例，这为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价值存储和交易媒介，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交易媒介。在加密货币交易中，泰达币常被用作为交易时，允许用户在不将加密资产的兑换为法币的情况下，快速进入或退出市场。这对于那些无法直接使用法币进行交易的平台尤其重要。第三是避免法币兑换的复杂性和费用。
使用泰达币可以避免传统的银行系统的高费用、慢速度和地域的限制，同时也不必担心通过传统的金融体系进行资金转移时的监管和延误问题。这个就非常棒了啊！3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啊，是增加流动性。由于其稳定性和广泛接受度，泰达币为加密货币市场提供了额外的流动性，使得买卖双方更容易找到交易匹配，从而提高市场的整体效率。第5，跨境支付和汇款可以用于快速、低成本的跨境支付和汇款，尤其适用于那些传统的银行服务不足或成本过高的地区。这又是一个解决了难题的啊。第6，对冲工具。在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性较大的情况下，投资者常用泰达币来对冲风险，暂时将资金转移到这种稳定的支撑，以避免市场的剧烈波动对其投资组合造成损失。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也就是说，在币圈的其他几种货币当中，如果遇到市场波动非常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泰达币来对冲风险？暂时，比如说你持有比特币或者以太币，我们暂时将资金转到这个泰达币，来避免因为市场波动的一个损失程度降低到最小。第7个，程序化的支付和智能合约。在基于以太坊等智能合约平台上，泰达币可以被用来进行自动化支付和其他智能合约操作，因为它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计量标准。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总之，泰达币在加密货币生态中扮演着连接传统金融世界与数字货币世界的桥梁角色，提供了稳定性和流动性，是许多加密货币操作和金融解决方案的基础。非常 nice 啊！不光是在传统的金融世界跟数字货币，泰达币我们还可以提出下面问题啊：泰达币目前行情怎么样？是否值得投入？也可以让 ChatGPT 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泰达币的价格非常稳定，通常维持在$1左右，因为它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当前的市场行情显示，泰达币的价值基本上是保持在1美元，市场的资本总额超过$1140亿，24小时的交易量也非常好。是否值得投入？由于泰达币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稳定性并作为交易媒体，它不像传统的投资产品那样具有资本增值的潜力。投资泰达币主要考虑是作为资金流动性管理的工具的用途，而不是期望其价值的增长。对于寻求避免加密市场波动性进行快速交易或需要稳定货币作为账户余额的用户，泰达币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它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泰达币购入的一个主要作用啊，它不像比特币一样，对吧？作为一个增长型的一个投资币种，它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投资币种。简单的说，然而如果你的目标是资本增值，就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具有增长潜力的加密资产。这里已经跟我们说了啊。同时，对于希望利用泰达币进行交易和资金管理投资来说，理解其背后的运作机制或保持相对市场动态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让它再解释一下泰达币的运作机制，它分分钟可以给我们解决问题，不用我们去电脑上一个一个问题去搜索，对吧？输一个问题，它可以马上给我们回答到，基本上锁定了想要的答案。泰达币的运作机制基于几个关键的原则和流程，兼在维持其价值的稳定性，并与美元等法币保持1:1的兑换比例。你看每一个定义基本上它都特别指出了，都是1:1的兑换比例。下面详细介绍泰达币的运作机制，一共给我们了5个。第一个是标定和储备标定机制。泰达币的价值标定于美元，即每个 USDT 的理论上由1个美元或等值的资产支持。储备保证 Tether Limited 声称，所有流通中的泰达币都有相应的美元储备作为支撑，这些储备可能包括现金、其他资产以及从第三方介入的款项。发行与赎回。发行当市场需求增加时， Tether Limited 会发行更多的泰达币，理论上这是相应对增加公司的储备的前提下进行的。赎回，用户可以向 Tether Limited 申请赎回的泰达币换取等值的美元。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过程可能涉及到复杂的验证和手续费，且主要面向大额用户的机构。一个发行，一个赎回啊。第3是透明度的报告，定期审计。为了提供透明度并证明每个泰达币都有充足的美元支持， Tether Limited 承诺定期发布资产和负债的审计报告。这些报告的频率和质量在历史上受到一定的争议。
技术平台多年运作，最初仅在比特币的昂梅涅迈尔协议上发行泰达币，后来扩展到了以太坊、EOS 等各区块链的平台。这意味着泰达币可以利用每个平台的技术特点，如更快的交易速度或更低的费用。五是法律与合规。作为加密货币市场的主要稳定币，泰达币面临着不断变化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在这儿 Limit 需要确保其操作每个国家的金融监管要求。风险管理、市场信任。泰达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对美元储备的信任，任何影响这种信任的事件都有可能导致其价格的波动。它的风险基本定义就是与美元挂钩嘛。泰达币的运作机制旨在提供稳定的交易媒介和价值陈述方式，但投资者和用户仍需要注意其潜在的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关于储备的透明度、法律合规的问题。哪怕在我们现实中也是，你每做一件事情，每投资一个生意或者项目都会有风险，也不可能是每做一件事情就是100%的能成功。所以能不能做，做什么，选择什么，投资什么，都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评估风险。那我们回过来看一下泰达币市值，这是市值量交易量24小时的，也不得了对泰达币作为一个基础性的了解。好了，今天强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